工作一整天，下班回家才刚开始滑手机耍废，忽然又收到了工作讯息，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要回也不是，不回不行。作为一个社畜，难道没有离线的权利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劳工离线权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近年来，随着远距工作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讨论要立法保障劳工的离线权。所谓的离线权，指的是让劳工在下班之后就可以不用回任何的工作电话或讯息的权利。简单来说，如果真的成功落实离线权，大家在下班之后就可以直接跟主管断开连结，再也不用被讯息轰炸了。不过要落实离线权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简单，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离线权到底是什么，国外怎么实施离线权的，台湾有可能跟上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说到心理健康，你会想到什么是忧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其实人的喜怒哀乐、焦虑倦怠各种情绪也都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而就像身体一样，心理也需要我们找时间关心跟保养。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一间由专业人员经营的心理健身房，他们不定期的会举办各种免费的讲座还有活动，官网上面也有提供各种心理健康资讯跟心理评量，让你随时确认自己的状况。如果想要找人聊聊，他们也有提供咨询专线、咨商门诊服务哦。赶快点击下方的资讯栏，上台北市心卫中心官网看看吧，也可以追踪他们的脸书专页，加入 LINE 好友来获取更多心理健康的资讯哦。离线权的出现其实跟我们的工作形式变化有关。在过去，大部分的工作只能够在办公室或是工厂里面进行，大家下班之后就算想要工作也没有办法，因此就比较难发生回家之后还要被老板讯息追杀的状况。不过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还有疫情后远距工作的兴起，大家越来越习惯在家里完成工作，而主管跟老板们也更容易在下班时间用通讯软体给出工作命令，要求员工帮忙一下。在台湾，这个现象早在远距工作还不流行的时候就很常见。像根据2016年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受访者中呢有 50% 的劳工以及企业平均每周有2天的时间会在下班之后收到工作要求，而其中又有 40.9% 的劳工认为这工作会需要他们利用私人时间来处理。另外也有 64.7% 的劳工认为下班后使用通讯软体联系工作会造成他们的心理负担。原因也不难想象因为当员工常常需要用私人时间来处理工作，就会导致他们工作时间跟休息时间越来越没有办法分开来。很多人在下班后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甚至影响到社交跟家庭关系。而且在打卡下班后回家处理工作，也很难去计算实际的工作时间，更容易发生隐形工时和无偿加班的状况。像是在欧洲呢，就有很多的研究表示，这种需要员工永远在线的职场文化，可能会严重影响员工的生产力以及身心健康。比如伦敦大学心理学教授麦多沃呢，他就曾经表示，如果员工在下班之后还持续让自己处于随时可以工作的状态，不管他是不是自愿的，都有可能会导致过劳，并不是一个能够长久持续的事情。而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呢，就出现了要求立法保障劳工离线权的呼吁。以台湾来说，第一个跟离线权有关的规定其实是今年才出现的。2023年，北市劳动局颁布了居家工作指导原则，明确的要求雇主尊重劳工的离线权，下班之后避免用讯息干扰员工的休息时间。不过现阶段这个对于离线权的保障还只是指导原则而已，并没有明确的定出实施的细节跟法则，而且除了台北市之外，目前也还没有其他县市有类似的指引。因此可以说，台湾现在关于离线权入法的讨论都还处在很初期的阶段。不过如果我们看向国外的话，其实有不少欧洲国家都已经开始把离线权入法了。像是法国早在2016年就把离线权纳入了劳动法规之中，是全世界最早立法保障离线权的国家。后来包含了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等国家也都纷纷跟进。再来还有像是德国、爱尔兰、芬兰、斯洛伐克等等，虽然没有直接立法，但也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尝试推动离线权。而不同国家的离线权实际上有不同的形式。各国的离线权法律其实都长得不太一样，像法国的规定是说50人以上的企业每年必须要举办雇主跟员工代表之间的劳资协商会议，在会议上面讨论和规范通讯软体的使用方式。而意大利呢就更直接一点规定员工在非上班时间有离线权，雇主不可以因为员工下班后不接工作讯息就去对付员工。至于葡萄牙就更 hardcore， 直接规定雇主除非有不可抗力的情况，才能够在下班时间联系劳工，不然就有可能吃上一笔超过9000欧元的罚款。听起来蛮赞哈，但很遗憾的是，就算立了法，要真正落实离线权，也还是困难重重。
目前各种离线权的规定呢，都会遇到一些执行上面的困难。像意大利规定，员工下班后不管讯息，雇主也不可以报复。但现实上面来说呢，员工如果真的拿这个规定来拒绝老板，一定也会担心被找其他的理由秋后算账。所以就算有这个法律，也没有多少人敢真的去行使权利。而如果员工会怕，那我们像葡萄牙那样直接从雇主的方向下手呢？这种用硬性禁止的方式规定雇主不可以在下班时间联系员工的做法，其实也还是会造成其他的问题。比如这个规定说，雇主不能直接叫员工做事，那 email CC 员工可以吗？如果这个也不行的话，难道员工下班之后发信也要把他从这个 CC 名单移除，明天再加回去吗？另外，这个规定说，雇主不可以联系员工，那主管或是同事联系可以吗？而且，如果真的有很紧急的情况，该怎么办？到底要怎么样定义什么是不可抗力的情况呢？像是医疗人员啊、消防员等等，这种需要随时待命的工作，是不是能够适用离线权呢？这种种细节都让离线权的执行变得非常的困难。而另外，在执法上面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因为政府不可能去监控每个雇主，看你们今天下班之后有没有发讯息给员工。所以多半呢还是得靠劳工自己去检举才罚得到，但这样就回到了这个员工怕被秋后算账的问题。而且除了执行啊，还有执法之外，有不少人认为离线权会影响到企业和劳工本身的竞争力。根据 BBC 的报道，其实也有些法国劳工对于离线权的立法持保留态度。比方说，对于那些很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来说，工作就不见得只是一个苦差事。事实上呢，他们可能很乐意在下班时间处理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自愿用加班的工作来换取职业发展等等。那这一些人就会认为说，政府不应该干预他们如何去做自己的工作，影响他们的职业规划。再来，也有人认为离线权会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当公司必须跟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竞争的时候，离线权让员工无法在晚上工作，反而会变成企业在国际竞争当中的劣势，拖累了企业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企业更需要的是增加工作灵活性，让每个员工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休息跟工作。而离线权的法律呢，可能只会反过来损害这样子的灵活性，等于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过这些批评呢，大多都是聚焦在落实离线权的手段上。事实上呢，大多数人还是同意，老板跟主管们不应该在下班之后太频繁的联系员工。今天这样讨论下来，我们觉得台湾要落实离线权立法，可能还有一大段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不见得只是立法或执法困难的问题，更大的瓶颈可能在于观念的转换。像是政大劳工所教授刘梅君就指出，要谈离线权之前，你可能要先改变大家认为工作时间越长生产力越高的认知。因为这个观念没有改过来哦，雇主会一直期待员工的工作时间越长越好，员工也会担心自己的工作时间不够长就代表不够努力，长期下来反而会形成工时很长但生产力下滑的问题。可是在一个健康的职场文化里面，劳资双方会知道说，工作时间跟工作产值、工作态度不一定有关，这样雇主会比较容易有意识到员工下班之后需要休息，隔天的工作才会比较有精力，更比较不会呢去没事在下班之后打扰员工。而万一真的有紧急状况需要处理，员工也会知道雇主应该是不得已才会联系，也相对的不容易出现不满的情绪。比如像是丹麦啊、芬兰、瑞典等等的北欧国家，他们同样有远距工作的流行，但反而就比较少讨论要以法律来确保离线权。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劳资关系跟观念本来就相对的健全，所以比较不需要用法律这样子的强制手段来规范，还是能够健康的运作。因此我们觉得建立一个劳资双方都能够互相信任的职场文化，可能才是离线权背后的关键吧。不过这也只是我们团队自己的观点啦，所以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台湾应该要立法保障劳工的离线权吗？我需要法律这些酷东西哦，不然等到冠老板观念改变的时候，我都已经退休了。B， 我觉得没有必要，应该要保留弹性，让大家选择自己的工作节奏。C， 我觉得用处不大，职场文化不改呢，就算定了法律也很难真正落实。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劳工离线权。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周休3日以及职业倦怠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